列位，我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如果您刚好在吃饭，建议您换个合适的时间再来。话说唐末乾伏5年，也就是公元878年，代北地区连年干旱，颗粒无收，百姓们是饥寒交迫，什么供需啊、漕运全都停摆了。一旦粮食的运费比粮食本身都要贵上许多。云州防御使段文楚为了削减开支，度过危机，以严刑峻法要求军士节衣缩食，克扣军饷。此举旋即就引来了军中将士的不满。云州沙陀兵马使李进忠趁机发动兵变，软禁了段文楚和判官柳汉章，并派遣密使给人在魏州的侄儿李克用送去密信，让其速来接任云州防御使。很快，李克用率部来到云州，驻军在了城外的斗鸡台，并从叔父李进忠的手中接过了云州防御使的一应符节印信。手握军政大权，李克用开始着手收拾残局。为了把这次兵变说得有理有据，64岁的原防御使段文楚自然而然被选为了背锅侠。《资治通鉴》详细记载了那天发生的事情，说李克用命人把包括段文楚在内的5个倒霉蛋押至斗鸡台下，在那里，这些人像吊炉烤鸭一般被裸身绑在木架上，军中将士人手一把小刀，将他们直接活剐成片，随后就着鲜血和热气直接当原味刺身就给吃了。等到血肉弹尽，又将骨头架子扔在地上，用战马来回踩踏，直到变成骨头渣子才罢手。如此残忍的虐杀手段放在今天啊，很难与一个23岁的青年联系到一起。而这起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斗鸡台事变，也是唐末乱世有记载以来第一起有组织的团伙食人事件。感谢您来到烽火照东南，这是慢聊5代十国的第4集，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如果论及5代时期谁的影响最大，那么作为唐末最强大藩镇节度使之一的沙陀豪酋李克用必须拥有一席之地。尽管他在晋梁争霸中饮恨而终，但是纵观整个5代历史，沙陀贵族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他的影响。前面咱们聊过了砀山的朱三，今天啊，来和您聊聊沙陀李三的故事。李克用啊，是李国昌的第3子，沙陀族，字义胜，本姓朱耶。沙陀原本是地名而非族名，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在今天的新疆有一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当时叫沙陀契。西突厥楚越部从塞北西迁，移居到了这里，沙陀人的名称也由此而来。这个地区长久以来是战乱不断，一些较小规模的族群不得不夹缝中求生存，反复于大唐吐蕃、回纥、突厥之间。沙陀人就是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异军突起，以强悍尚武闻名于西域。而他们的首领长期以来由朱耶氏世袭。传说这个朱耶氏的祖先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婴儿，人们在老鹰的巢穴中发现了他。当时的族长心肠很好，看这孩子怪可怜劲了，于是就让各家各户轮流养着。长大以后，为了表示不忘族人们的养育之恩，这孩子就以朱爷为姓，后来就叫成了朱耶。还有一种解释啊，是说这个姓氏来自于突厥语卓耶，意思是沙漠。李克用的曾祖父朱耶进忠早年率部投唐，祖父朱耶执意曾官拜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到了其父朱耶赤心这代，因屡建战功，参与了平定庞勋之乱，被授予大同军防御使，而后又迁为镇武军节度使，还被赐姓李氏。朱耶赤心由此变成了李国昌。李克用出生在神武川之新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代县。一般的孩子都是怀胎10个月，他是在妈妈肚子里待了足足13个月，才有了挪窝的打算。兴许是孕期太长，发育太好，导致他的母亲秦氏难产。族人们商议之后，决定去雁门请医生。赶往雁门的途中，遇到了一位神秘的老者，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个事儿啊，医生和巫师都解决不了，
你们赶快回去，带着全体的族人，顶盔贯甲，挥动军旗，擂响战鼓，跃马大噪，围着住所跑上3圈，让这个善战的孩子听到战场的声音，他自然就会出来了。族人们回去把话带到，又依次照做之后，这孩子果然顺利的降生了。这一天是唐宣宗大中10年丙子岁9月22。旧五代史说，当时有红光烛世，白气冲庭，井水暴溢。或许就是基于这些原因，李克用从小便异于常人。据说他天生一双蓝瞳，其中一只为细眼，目不能视，因而得名独眼龙，闭眼狐。刚学会说话的时候就喜欢军中用语，孩童时期便展现了惊人的骑射才能，长大后更是剑法了得，有百步穿杨之能。年13，见双符降于空，射之连中，众皆臣服。说李克用13这一年，有一天见到有2只倒霉的野鸭飞到空中，一箭射去，连中2鸭，小伙伴们都臣服于地。这种事情放到现在是不可想象的。野鸭子好找，而小伙伴不可得。到了15岁这一年，李克用跟随其父出征，讨伐庞勋，摧锋陷阵，出诸将之右，军中都称他为飞虎子。平定庞勋之乱之后，因功获封云中牙将。独眼少年李克用的大名很快传到了北边的鞑靼。鞑靼有人来找李克用比试剑法，刚巧空中飞过2只倒霉的大雕。鞑靼人手指双雕，对李克用说：“弓能一发中否？”李克用二话不说，弯弓发矢，一箭连贯双雕。鞑靼人由此对他很是佩服。就这样，15岁的少年英雄李克用以其勇猛和战功，在沙陀军中逐渐建立起了威信。沙陀军当时常设的人马大约有1万人，因其一身的黑衣黑甲，又被人们称为鸭军。李克用也由此被冠以绰号李鸭儿。守着这样一支强悍的部队，唐廷的态度素来是以提防为主，打仗了就拉出来当大招用，打完仗以后就收起来存着吃灰。然而一场庞勋之乱却打乱了这种局面。李国昌被提拔为云州防御使，这个云州大致就在今天山西大同一带。沙陀李氏自此正式加入藩镇的行列，拥有了一块可以稳固发展的根据地。然而很快唐廷又觉得非我族类的沙陀人很可能成为隐患，于是明着升迁，将李国昌调任为镇武节度使，实际上呢是调虎离山。就在这个时间段发生了咱们开场提及的李克用斗鸡台事变，活吞了段文楚。作为公元878年年度最大飞来横祸奖的获得者，段文楚死得很凄惨，在后世的小说评书当中更是被安排成了贪赃枉法陷害忠良的奸臣。段文楚命丧斗鸡台之后不久，长安的朝廷收到了云州全体官兵的联名请愿书，请以李克用接替段文楚的职务，担任云州防御使。虽说兵变在那个年月已经司空见惯，每年不来几回都感觉生活好像缺了点什么，赶上饥荒人吃人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但是以刺身的方式生吞朝廷命官，这可太残暴太震撼了。李克用的父亲镇武节度使李国昌向朝廷表态，快派新人来担任云州防御使吧，大小事务不能没人管啊。李克用要是不听话，那我就率领本部人马去大义灭亲，我李国昌绝不会因为一个儿子而辜负国家大恩。这个时候的大唐中央政府经过反复的研判商讨，决定不批准云州官兵的请愿书，以李国昌的老上级卢简方为新任云州防御使，并派人分别前往镇武和云州告诫李国昌和李克用。国昌同志、克用同志，朝廷向来是宽大为怀的，只要面子上过得去，对卢简方保持过去的礼节，兵变的事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嘛。过后找机会一定给克用同志再安排个肥缺。朝廷来使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回轮到李国昌难受了。本来就是象征意义的客气客气，没想到朝廷还当了真，实在装不下去了。李国昌选择了摊牌。当年5月，
李国昌、李克用父子联合起兵，并很快控制了整个代北地区。唐军只能依靠雁门关和太原作为支撑点进行防御。父亲谋反，儿子遭殃，率先被祭天的就是李国昌的2个儿子李克俭和李克让。他们常年在长安任职当质子，老父亲和哥哥在外起兵，他们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唐僖宗下令夜袭李府的时候，李克俭是命丧当场。金吾将军李克让虽然趁乱逃跑，却在夜头南山佛寺的时候被一群和尚杀死，传首长安。出家人本来慈悲为怀，不杀生，可是到了唐末5代，全都不按套路出牌了。四处出击的李国昌和李克用很快逐渐落了下风。到了广明元年7月，李克用在雄武军和耀儿岭遭遇连续2次大败。此时沙陀军已经元气大伤，死伤人数高达17000多人。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父子2人已经无法在代北坚持。李国昌和李克用只好带着几个心腹北逃，投奔了生活在阴山的游牧民族鞑靼部落。沙陀李氏遭遇了一次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其父祖历经数十年的苦心经营，自此丧失殆尽。如果不是黄巢之乱，沙陀李氏很可能就此在历史上销声匿迹。唐僖宗中和元年，在黄巢攻陷唐都长安之后，迫于多方压力，唐廷下诏赦免了李国昌和李克用父子。在平叛的旗号下，沙陀李氏迎来了复兴的机会。朝廷任命李克用为代州刺史、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中和3年正月，李克用率步骑17000人出兵河中。此时在李克用的麾下，不仅有李存璋、康君立、薛日勤这些原本云州兵变时的老将，更有李存孝、李嗣源、李嗣昭、李承嗣等即将在未来大放异彩的将星。当年的2月，李克用在石底谷击败黄巢的将领黄业；3月在梁天坡击败赵章和尚让，让齐军横尸30里。而后李克用会合各地秦王军队，在魏桥再败黄巢大军，并乘胜追击，从光泰门攻入长安，齐军败走蓝田。自此长安被唐军收复。这一年李克用年仅28岁。作为长安之战冲锋陷阵的绝对主力，他在当时所有节帅级的人物当中是年龄最小的，而功劳却是最大的。唐僖宗由此给他封了一大堆的官职，包括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充河东节度使以及管内观察处置等事。其中真正有用的职务莫过于河东节度使。那么入主太原之后，李克用的兵力很快扩充到了5万以上，综合的实力已经仅次于淮南的高骈。中和3年11月，李克用派其弟李克修打跑了昭仪的孟方立，夺下了泽州和潞州。中和4年，李克用率兵5万驰援陈州，先后击败尚让和黄业。陈州解围之后呢，又在王满渡大败齐军，一路追击黄巢，跑回了老家冤聚。因为军粮不济，被迫回师。而后就发生了咱们在第2期当中聊过的上元义之变。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黄巢之乱，沙陀李氏可能永无翻身的机会。正如当初庞勋起义让李国昌扭转沙陀地位一般，和黄巢一战彻底改变了李克用的一生。在这个期间，他不仅成功的洗白身份，换来河东这块发家的大本营，还顺便替自己死去的兄弟李克让报了一箭之仇。伴随着黄巢的覆灭，当时还不怎么显山露水的朱温也开始了他的称霸之旅。朱温、李克用之间因为上元义之变而产生的仇怨，也为日后近40年的政局定下了基调。中和4年7月，自上元义死里逃生的李克用回到太原，对朱温差点谋杀自己的事情耿耿于怀，盛怒之下，他回头就把这事情告到了唐廷。按理来说，李克用这次的确受了委屈，不仅差点被朱温斩杀，还损失了300名将士。可他错就错在送给唐廷的那份表彰，往好听里说是体现了他武夫属性，往难听里说则全然可以称之为恐吓信。表彰的大致意思是这样的：我李克用自奉诏兴师以来，帮朝廷收复了京城，剿灭了黄巢。
立下如此大功，他朱全忠竟然想加害于我，杀我300士兵不说，还四处造谣，想让别的藩镇对我出兵剿灭沙陀军。现在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让朝廷做主给我个正式诏书，让我出兵报仇。末了，李克用还不忘 PS 说，那个什么，差点忘了，我已经让我弟弟李克勤领兵1万人驻扎在了河中，就等朝廷一句话了。先前我们就说过，李克用和他的沙陀军在唐廷看来就像我们今天的核武器，战时呢是赢得胜利的大招，平时他们就是毁灭性的武器。这次沙陀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黄巢，把拥兵自重的藩镇都吓得瑟瑟发抖，更别提软弱无能的大唐中央了。再加上李克用这拙劣的文笔和政治头脑，成功的将找朱温报仇这个主要矛盾转移成了威胁朝廷跟朝廷讨价还价。那么最后的结果是，唐廷将镇武镇的林州、大同镇的云渭朔3州划入河东，承认了李克用的弟弟李克修昭义节度使的身份，还加封李克用为陇西郡王，这才了结了这件事情。看似赚得盆满钵满，实际上沙陀人强大的武力值已经成了一把极具威胁的双刃剑，再加上李克用本人的原因，使得强敌环伺。他们中一半的人想要铲除他，而另一半的人则是打算利用他。结果接下来的几年，李克用是胜仗没少打，黑锅也没少背。河东军东一锤子西一棒子的作战方式，间接促成了长安、凤翔等地的官员大换血。李克用本人除了赢了点所向无敌的名声，几乎没捞到什么实力。隆纪元年6月，河东大将李存孝、李汉之袭取慈明2州，东昭义节度使孟方立战败后服毒自尽，众将士推举他的弟弟孟谦为东昭义留后，于行州抵抗河东大军。孟谦自知不敌，于是求援于朱温。朱温呢，派出了王虔玉率500精兵前往行州支援。孟谦看到寥寥数百人的援兵，大失所望，于是干了件损事，他诱捕了王虔玉，送给李克用做投名状，随后开城投降。东昭义、行、明、慈3州自此划入河东势力范围。这是几年时间里李克用捞到好处最多的一次胜利。大军还师之际，途经潞州，李克用一时兴起，带上亲朋好友、门生部将，来到潞州郊外的三垂港打猎游玩。随后又来到高岗之上的唐玄宗祠摆酒设宴，召来伶人奏起百年歌助兴。百年歌为三国名将陆逊的孙子陆基所作，从人出生、幼年、壮年一直唱到垂垂老矣的风烛残年。在座的人们无不触景伤怀，感伤无情岁月催人老。就在此时，一个大概5岁上下的男孩跑到李克用的身旁，问道：“父亲，您不舒服吗？”李克用手指着这名男孩说：“我已经快老了，好在其儿在侧，20年后，这孩子必定能替我在这里征战了。”这次野营活动在后世很有名，估计李克用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当时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过后还真就应验了。当年的这个孩子名叫李存勖，20年后将成为后唐的开国君主。不过这些又都是后话了。新唐书当中说李克用是性敦固，少他长。那么旧五代时也说他性严急，左右有过，必峻于谴罚，无敢言者。其实除了这些，生逢乱世缺乏战略眼光和胸怀，同样是李克用的一大短板。大顺元年4月，以朱温为首的3镇大帅联名请求讨伐李克用的上表送到了长安。与以往李克用上表讨伐朱温不同的是，这一次朱温很快得到了朝廷的支持。这一年的5月，唐昭宗下诏撤去李克用所有的官职爵位，逐出李唐皇家族谱，同时以东西南北4个方向征讨河东。西线主力部队是中央禁军，以张俊为帅，孙奎为副；南线由朱温率宣武、河阳诸军为主；东线由承德节度使王荣出兵东昭义；北线是李匡威、贺连铎率卢龙、大同联军从背后构成威胁。战端未开之际，李克用所辖的潞州发生兵变，乱兵杀死镇守潞州的李克公，而后投降了朱温。朱温派出朱重杰以最快的速度占据潞州，可是没多久，
潞州城就被李克用派来的康军力李存孝团团围住。接到战报的朱温一面派李重印、邓继云围困泽州，一面调名将葛从周率精兵1000援助潞州。葛从周秘密绕道壶关，来到潞州城下，冲破重重障碍进入城中。这是南线的一些情况。西线的张俊在得知潞州消息之后，马上以朝廷名义派新任昭义节度使孙奎领着3000人去潞州赴任。孙奎孙大人新官上任，一路上鸣锣开道，威风凛凛。这一行人很快进入潞州地面，来到了一处山谷之中。正行间，忽听得四周伏兵四起，喊杀震天。敌军为首一人身高不过7尺，骨瘦如柴，却身披重甲，把一条铁槊使得上下翻飞。背后一张弓，胯下2匹马，怎么还胯下2匹马？骑一匹带一匹，阵中一骑，轻捷如飞。此人可与三国年间张辽、甘宁相比，挺身陷阵，无人能挡，于万人丛中取上将首级，犹如探囊取物。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领着300沙陀兵在此埋伏多时的河东头号猛将李存孝。这一场伏击战，孙奎的3000人马只一会儿的功夫就被干掉了2500，剩下的500人和孙奎一并当了俘虏。回到大营之后，李存孝把孙奎脖子上拴了绳子，像遛狗一样来到潞州城下，向城头喊话：朝廷派的新任节度使孙奎孙大人到了，葛从周，你还不赶快回汴州，好给孙大人腾地儿办公啊！孙奎没能顺利进入潞州城，而是被李存孝押送到了太原。坐镇太原的李克用本来想将孙奎留为己用，不想着孙大人到了太原，反倒脾气暴躁起来，大声抗辩说：我身为天子重臣，战败受死那是本分，岂能向你一介地方官员摇尾乞怜？孙大人的突发性狂躁为他本人换来了拒杀的严重后果。值得一提的是，在具体操作过程当中，由于方法不当，导致行刑并不是很顺利，惹得精通各种刑讯手段的孙大人亲自下场指挥工作，说：你们这群山炮，巨人要用夹板，难道你们不知道吗？众人心领神会，马上拿来2块木板，把孙大人夹紧绑好，并且很顺利的将其锯成了2段。据说直到咽气之前，孙奎一直骂声不绝，实在是晚唐时期难得的一位铁骨硬汉。这边潞州抓了孙奎，那边泽州李汉之紧接着告了急。李存孝呢，又领着5000人赶去救火。几天以后的泽州城外，围城的宣武军看到这样一幅情景：一个骨瘦如柴的敌将领着大概500人，全都是黑衣黑甲黑色战马，他们肆无忌惮地绕着宣武大营奔驰。跑了一会儿之后，那员其貌不扬的敌将喊道：我是李存孝，想用尔等的血肉来当军粮，请挑几个肥的出来，太瘦的就别来了。士可杀不可辱，孰可忍婶不可忍。宣武营中的大将邓继云听到李存孝的叫嚣，气得哇呀呀暴叫，抄起兵器，跨上战马，领着人就冲出大营，直奔李存孝而去。2员猛将刚一照面，只一个回合，邓继云落马被擒。片刻间，宣武军折兵损将。当天夜里宣武军的大队人马正在秘密撤退之际，再度遭到李存孝的截杀。李重印、李唐2将领着残兵败将仓皇逃命。大胜之后，李存孝复攻潞州，城中的葛从周带着朱重杰成功突围而去。南边的朱温被李存孝打的是节节败退，北边的赫连铎、李匡威却连连获胜。负责北线的是河东军中最受敌人欢迎的每总兵征讨师多不利的李存信。和李存孝一样，李存信也是李克用的义子干儿，原名叫张乌洛，出身不高，早年是北川一户穷人家的孩子，刻苦用功，精通多门外语。投身军旅之后，很快成为李国昌的亲信，而后被李克用收为义子。应该说，在取悦他人方面，李存信很有独到的心得和见解，但是领兵打仗，他是真的不行。这一回，李克用眼见李存信接连失利，派出了当时资历尚浅的李嗣源，领着几百人赶去救援。转眼又是一场厮杀。赫连铎惊奇地发现河东阵营出现了一员小将，黑袍黑甲黑战马，身后跟随数百沙陀铁骑。
冲杀己方军阵，如入无人之境，横冲直撞，所向披靡。来者正是刚刚被派来前线的李嗣源。一场大战，赫连铎大败。转一天，李克用亲率主力赶到，赫连铎再败，折兵损将后和李匡威会合。罗龙大同联军与李克用决战于魏州，结果是李匡威、赫连铎被阵斩了3万余人，各自逃回幽州和云州。自此，北路军完败，南北两路全被打跑。东线的承德节度使王荣一直观望，西线的张俊还没等到和李克用交手，就被李存孝杀得落荒而逃，几近全军覆没。张俊的败绩传到长安的同时，李克用的奏章也送到了昭宗李晔的面前。这篇奏章大意是这样的：我们家祖孙3代为国尽忠，破庞勋，减黄巢，处襄王，存义定。陛下您今天能带着通天之冠，配白玉之玺，难道没有臣一族的血战功劳吗？如果您非要认为当初攻打大同是我的错，那么请问拓跋思恭吞并保大，朱全忠进犯感化和天平，陛下为什么不加以惩处呢？对他们您都是奖赏，到了我这儿就往死里整，我怎么就那么好欺负呢？况且每逢国家危难之际，需要我出力了，就把我捧上天，说我是韩信、彭越、伊尹、姜子牙，一用不着我了就骂我是戎杰狐疑。这种做法换作是谁能不心寒呢？还有谁能不畏惧陛下您的翻脸无情呢？别的不多说了，您不是派了张俊来了吗？我也不好让张丞相空手而归。这么着，我呀集结了50万人马，即将前往蒲津、潼关一带。如果输了，我自认倒霉；如果赢了，自当轻骑进京，叩响宫门，顿首于宝殿之下，当面向陛下您陈述利害，再把历代先皇褒扬我们家功勋的敕书送回皇家宗庙，恭候陛下您的诛杀。我们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向您展示当年唐昭宗讨伐李克用的这一段历史。从他的这一篇奏章，我们不难看出李克用说的有理有据。这种浓重的怨愤，再加上前线的败绩，让昭宗李晔和一众大臣们感受到了满满的威胁，迫使李晔最终认错服软，先后3次下诏免除有关人等的官职，恢复了李克用的官职爵位。这一场战争表面上看是河东方面赢了，但实际上也让李克用越来越遭到周边藩镇的疑忌。在上一章节的潞州战役中，乃至当时的整个南线和西线战场，对河东局面功劳最大者当属李存孝。可是到了论功行赏的环节，李克用却任命康君立为昭义留后，将李存孝任命为汾州刺史。换句话来说，就是打下来一块地盘，军区总司令交由自己身边的老将出任，功劳最多的只给安排了个独立团团长。这让当时的天下第一猛将李存孝十分不满，甚至气到好多天都不吃饭。不久后，行州的安知县投敌叛变，李克用得知后任命李存孝为行州节度使。可是在随后与承德节度使王荣的战役中，李存孝表现得十分的消极，甚至到了让李克用不得不另外调兵遣将的地步。这一情况很快被与其素来不和的李存信所利用。李存信诬告李存孝有二心，意欲谋反。此时的李克用心中对李存孝按兵不动早就心存不满和猜疑，耳边听到李存信添油加醋的说辞，再加上自己本来就常常判断失误，当下又惊又怒，说了这么一番话，说存孝这孩子原本只是个被俘虏的奴仆，是我一手把他调教出来，收为义子，教他兵法武功，又让他当上了节度使，一点点看着他成长，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末了，李克用决定调离李存孝，可是战事焦灼，一时没有动作。到这个时间点，作为老板的李克用至少有3点处置不当。第一，明知李存孝消极怠工而不去安抚；第二，轻易听信谗言，缺少自己的判断；第三，决定了调离，却又迟迟不动手。几个月后，李存孝通过多年好友薛阿谭得知李存信对自己的诬陷，又随即收到了将他调离刑名的通知。在十分不安的情况下，李存孝选择了和朱温、王荣、李匡威这些李克用的死对头结盟。
并上表长安，表示归顺朝廷。唐昭宗专门下诏任命其为行明节度使。景福2年春天，李克用亲自领兵包围邢州，讨伐李存孝。但是毕竟是多年父子，所以只为不攻。随后不久撤军班师，很快又以李嗣源为先锋进攻平山，他自己领着主力进攻天长镇，准备一举歼灭承德的王戎。和李克用硬碰硬，王戎的实力是明显不允许的，于是向朱温、李匡威、李存孝紧急求援。谁都没想到，第一个向王戎伸出援手的，竟然是无比实诚的李存孝。幽州的李匡威在不久后也亲率大军赶来支援。朱温这一次仍然表现得很鸡贼，只是象征性的给李克用写了封威胁信，集结了卢龙、承德、行明3镇兵力，在熟知李克用用兵且勇猛无比的李存孝带头冲杀下，威震天下的李克用被打得大败。请注意，到这个时间点，李存孝的反叛已经升级为倒戈相击。那么恼羞成怒的情况下，李克用收拾残部，调转枪口，南下攻伐邢州。几个月以后，得知承德、卢龙反目的消息，李克用又一次取道平山征讨王戎。面对大敌压境，王戎这次彻底没了脾气，卑辞厚礼向李克用求饶，并调集3万兵马与李克用会合南下，攻打李存孝的邢州。前脚还求着李存孝帮自己御敌的王戎，此时成了随李克用进攻李存孝的同盟。此时的李存孝像极了三国时期的吕奉先，本想着负气出走，奈何造化弄人，无奈之际只能背信弃义。可惜真到了自己需要援手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世界如此冷漠，已经没有任何外援来救自己于水火，只能像一只困兽一般苦守孤城。半年以后，城中粮尽，已经走投无路的李存孝登上城头，对着李克用的大营高声呼喊：孩儿我因为父王才为之将相，如果不是小人从中挑拨陷害，怎么会不念父子恩情，反而和敌人合作呀？我一时冲动，现在知道错了，只希望活着再见父王一面，能说上一句话也是好的，即便受死我也没有遗憾了。片刻之后，李克用的正妻刘氏进城劝降，李存孝就此出城投降请罪。见到义父李克用的一刹那，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痛哭流涕着说道：孩儿我只不过立下了一些微小的功劳，却惹来小人李存信嫉妒陷害，深明无路，迷昧至此。不说这话还好，此话一出，顿时引来李克用勃然大怒：你写信给王戎罗织我的罪名，难道也是李存信教你的吗？随后不再发话，命人将李存孝关入囚车，押回晋阳，听候发落。李存孝是难得的大将之才，再加上多年父子情深的关系，李克用的本意并不想杀李存孝。他想着，如果临行按照惯例肯定会有人来求情，这样就可以有个服众的理由放过李存孝。可惜的是，真到了临行前，众将官和他的义子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李存孝说话。最后没办法，只能在军营门外将李存孝五马分尸处死。李存孝死后接连10余日，李克用闭门不出，既不上堂处理公务，又不与众将见面。此后每每提及李存孝，都会泪流不止。从战胜朝廷的四面围剿到平定邢明，虽然绝大多数时候仍然保持着其他藩镇无法匹敌的战斗力，但是李克用的实力几乎没有增长，地盘上增加了云魏2州，战将却接连损失了3员。李存孝被车裂，薛阿谭自杀，康君立被李克用酒后砍伤不治身亡。而天下第一强藩的位置，也正是在这几年渐渐的由汴州的朱温后来居上。从这个时期开始，一直到朱温称帝的907年，李克用、朱温这一对老冤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期间因为平定3镇叛乱，扶昭宗正位，李克用获封晋王，功勋卓著，声名远扬。可是乱世之中，声名这种东西远没有地盘来的实际。这其中的一些故事，我们在前几期视频当中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述。后梁开平元年5月，刚刚称帝不到1个月的朱温以康怀真为帅，率领10万大军，准备夺回因丁会倒戈而失去的重镇潞州。康怀真到了前线之后，创造性的发明了以夹寨的方式
将潞州团团围住。当时的潞州守将李嗣昭本来就精于守城，战事由此持续数月，僵持不下。到了后梁的开平2年正月，原本身体就不大好的李克用在忧虑中病情加重，大限将至之际他把自己的接班人李存勖叫到床前，嘱咐后事。据五代史阙文记载，传说李克用在临终前拿出3支箭交给李存勖，说第1支箭要你讨伐刘仁恭，你不先下幽州，河南不可图也。第2支箭要你打败契丹，耶律阿保机与我把臂而盟，结为兄弟，结果背信弃义，你务必要讨伐他。第3支箭朱温与我们势不两立，你一定要消灭他。你能完成这几件事，我就死而无恨了。交代完后事没多久，唐末风云人物之一的晋王李克用因病医治无效，撒手人寰，享年52岁。明末清初有一位大儒王夫之，对李克用信义当先，不采纳部下擒杀耶律阿保机的建议，他评价为夷狄者，欺之而不为不信，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似乎少数民族就犹如禽兽，没有讲求信义的必要。因此他说李克用据谋臣之策，不擒之于酣饮之下，何其愚也。又说沙陀之祸，积100年而始灭，悲乎。他的观点，李克用乃至后来的沙陀3王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祸害。其实王老夫子本人经历有亡国之痛，因此对所谓的夷狄有着切肤之痛。但是如果生活在现在这样一个年代，还抱着这样一种观念，死不撒手，仅仅以统治者出身民族来论其是非功过，是多么荒谬和狭隘唐末藩镇割据是历史事实，李克用的河东只是藩镇之一，他的部队乃至管理层有少数民族，也有汉族，可是从未有民族歧视甚至仇杀的现象，又何祸之有呢？李克用其人一生征战无数，却在梁晋争霸中渐落下风，可见其堪称一位勇士，但还够不上战神。杀入关中，伸手就可以挟天子，可他并没有那么做。经略河东多年，却不重视生产，纵兵劫掠，甚至车裂义子，军食不济，以师为粮，可见其是一个志士，但并非仁人。唐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之际，多次全力维护，却在早年带头谋反，剐杀朝廷命官，可见其是一个义士，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忠臣。能征善战，但缺乏战略眼光，信义当先，却频遭别人算计，有称霸一方的运数，偏偏政治洞察力低下。如此矛盾，却又如此真实，这正是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诸梁跋扈河，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尽山河。风云帐下旗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岗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这是烽火赵东南漫聊五代十国的第4集。潞州之围尚未解除，李克用之后李存勖即将粉墨登场，这又会是怎样一段历史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